怎么走不上？不对呀，这是我家，这变态在我房间。这个变态来我家居然还带酒，我真的是……你给我出来，你这个变态！人呢？人呢？这人能去哪儿啊？您是？小姑娘，大妈拜托你好吧，你能不能注意一下楼道卫生啊？你们小年轻就爱点外卖、收快递，楼道里一天不打扫就特别脏。大妈我呀，打扫得很辛苦的。大妈，您先别着急，您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我从来不会把外卖快递放楼道的。不可能，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不可以撒谎的。算了啊，下不为例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你们要多注意楼道的卫生，否则的话，大妈要翻脸的。这年轻小姑娘。咱能不能换个结构？鬼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啊！千真万确，我都摸着了，幻觉和真实的触感，我能分不清吗？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沉浸式的？哎，你们找我来就是为了看你俩斗嘴呀？大叔，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一个女的，长头发，忽然的趴在我身上，按着我的手。摸着我的脸，大叔，您好好回忆一下，以前的租客或者您的亲戚朋友什么的，谁有可能进去？绝对没有，这房子是第一次出租，只租给过你一个人。签合同的当天呢，我新换的锁芯，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我换的是最贵的 C 级锁芯。师傅，您这说也……我想起你来了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，你就是那个律师，何律师，你很会编故事的。那件事，算了，我昨天晚上真的看见了。行了，我把房子以这么低的价格租给你，已经是大发慈悲了。你今天呢，说什么都没用。那个女孩，20出头。瘦瘦的，个子不矮，皮肤很白。电坏了，我可以找人帮你来修。你现在说房里进了个人，这人不是我放进来的呀！找物业，
找警察，谁管这事儿？你们去找谁呀？那这样吧，您给我换一间房。加钱？我没有钱可以加了。我说小姑娘，你怎么穷横的？你现在这房子是最便宜的了。大叔，您之前的租客里有这样的客人吗？完全没有。何律师啊，你昨晚一定是喝酒了，而且喝的很多，你看把自己都喝断片了。哎呀，喂，哎，看房是吧？大叔，嗨，我关静音没听到啊！那什么，我马上下来，等着我啊！肯定有鬼。凭我多年律师从业经验，他在撒谎。我不用经验也看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女孩是之前住在这里的租客。个子不矮，皮肤很白，劲儿还很大。怎么了？这房子太值了，哥。我为什么要跑啊？这里是我家。你这个变态！你睡我的床就算了，你还在我家洗澡，你怎么不直接把家搬过来啊？我就是直接把家搬过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还这么理直气壮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往前一步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来试试啊！我警告你一次啊，警告你2次、3次。怎么没信号啊？死变态！我告诉你，我是记者，我可以曝光你。刚才是你打的我，你曝光了，曝光去啊！哈，如果你真的是记者的话，那想必你应该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45条第1款之规定，你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。你个变态还懂法律？略懂，而且我还知道，你再不走，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而且，你要继续对我施暴，我还可以告你故意伤害罪。哼，久病成医啊！你法律条款背得挺熟啊。在下不才，正好是区区一名律师。私闯民宅，知法犯法，罪加1等，你知道吗？私闯民宅？这房子是我租的，私闯民宅的人是你。这房子是我租的。这房子是你租的？怎么可能胡说八道？你分明你就是……行，咱们不吵了。既然我是律师，
你自己号称是记者，那我们就拿事实说话，拿出证据来。我的租房合同就在书房里，我现在就可以拿给你看。你。发现问题了吧？你的房租为什么比我便宜这么多啊？是重点吗？这房东的签名还一样，这合同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除了承租人，还有签订的日期不一样。还有租金。你看，你的签订日期是2021年7月26号，我的签订日期是2022年1月13号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房东为了敛财，所以在和我的租赁存续期和你签了下1年的合同。而你一看房租如此低廉，你贪心顿起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一拍即合，立即签约。行，算我倒霉，但是至少在此刻，这个房子是我的。你无中生有，凭空捏造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记者啊？说房子就说房子，你说我工作干什么？那你呢？无理辩3分，这是你律师该有的自我修养吗？给你看，今年是公元2021年9月16日，带着你跟你的未来协议出门左拐不送。换个手机吧，大姐，手机都没有信号。手机上的时间都是同步联网，根本改不了。你看看。你看这个桌子上都是我的东西，我跟我爸的照片，还有这个玩偶也是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的奖牌。你看，还有，这个墙上的东西都是我的，这是我青年赛冠军的奖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。你真是律师？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你现在住在我的家里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这么多箱子，我怎么没注意？你怎么会注意？你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你同时不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。像这种零食，拆了就要及时扔，否则会招蟑螂，这点常识都不懂。哎，这个还能吃呢？真的能吃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你得了心因性失忆症。什么？这是一种认知障碍。你可能经历过巨大的挫折或者创伤，心理产生了防卫机制，所以出现了选择性失忆的状态。就算是，那跟咱们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曾经代理过一个刑事案件，当事人跟你患了同一种病，他把自己的前夫给杀了，因为他以为他的前夫背着他找了小三儿，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早已经离婚了。所以，你应该是这里，你应该是这里，你应该是这里受了伤，丧失了一部分记忆，从而觉得自己还活在4个月前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你这是拐弯抹角来骂我呢。你可能4个月前的确是住在这里，后来因为生病就搬走了。在你的认知，
你依然是住在这里，所以你每天晚上才会搬过来住。房东因为你的存在，怕影响了房屋出租，所以我问他，他才会支支吾吾。也正是因为你，所以我的房租才会比你的便宜。这么解释都说得通了。真的是车夫的腿，律师的嘴啊！我算是开了眼了。我听你这么七扯八扯，我真的以为自己有病了。姑娘，治病要紧啊！我认识一个很多年的心理医生，医术高明，我可以给你介绍的。那他为什么没治好你啊？行，在法律上，如果两个人出现争议的时候，需要第三方来裁判。裁，赶紧裁，明天就裁。不用明天，跟我来。什么？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干嘛呀？一时不觉，邻居来警，问一下不就知道了。疯了！这大妈特别凶，她刚找过我说话。那更好，这样的人更加无所不知。哎，大爷您好，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下，这姑娘您认识吗？这不就是楼上那个小姑娘吗？对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又搬回来了。搬回来。大爷，我一直都在这儿住呀。大妈呢？她不在啊，上个月就回娘家了。上个月，可是我昨天刚跟她说完话，我行了，实在是抱歉，当然您休息了，您早点休息。不是，你让我再跟大，你先别说话，我脑子有点乱。他糊涂了。接受自己有病，确实是需要一段过程的，不过还得提前治疗。这不可能，我们去找物业问清楚。走啊，去问清楚啊，赶紧的！别挣扎了，陈小姐，我劝你别自讨没趣了。你这人有病的话，如果……人呢？说好了去物业的，怂了吧？大妈，您不是回娘家了吗？您又回来了？你这小姑娘怎么疯疯癫癫的呀？喏，你大爷又不舒服了，我去给他买药了。小姑娘，你记住，一定要注意楼道卫生。大妈，我很不容易呀。什么跟什么啊！果然，他的东西都消失了。还真有这么个律师。你得了心因性失忆症，你应该是这里，你应该是这里，你应该是这里受了伤。
症，都看完了吗？来分配下任务啊。西郊水污染这条线，这个症状我好像有。陈嘉兰，你去吧。陈嘉兰，啊，文主编，想什么呢？文主编，我能请个假吗？事假一律不许请，除非病假。我好像是生病了。赶紧走。柳飘飘，你笑什么？你没生病吗？没有。那你去。什么呀？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何正宇，你赔我检查费。啊？什么时候要开一家便利店啊？我怎么没注意？你怎么会注意？你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反正我没病，挺好，以后买吃的就方便了。恶灵退散。飘飘，喂，飘飘。佳兰，你病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其实也没说啥。那就好。白天交接的硬盘是不是你带走了？好像在我包里啊。对不起啊，飘飘，你在哪儿呢？公司加班呢。我现在去送给你啊。时空融合分为偶发性与持续性。偶发性时空融合可能是因为某种磁场的变化而造成的，持续性时空融合一般考虑是时空融合发生地点。产生了类虫洞效应，造成了多时空重叠，一般有诱发机制，并有明确的融合规律。明确的融合规律。果然是发生了时空融合。这也能融合？10:06，规律性。难怪这么能打。
看来时空融合是唯一的解释了。既然持续性时空融合有明确的融合规律，完了，那岂不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都要和那个女人融合在一起了？陈佳兰，你给我出来！陈佳兰。人不在，难道穿越到别的时空去了？What? Who? When? Where? Why? How? 新闻624，果然是个记者。不要穿条纹的衣服，我要问愚蠢的问题。但什么是愚蠢的问题？这就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。还真去检查了，看来净身者那的确没问题呀。这女的怎么有点眼熟？我在哪儿见过呢？9月6号，果然没有4个月之后的内容。我不是鬼，也不是变态，想详细了解我，请搜索我的名字。那变态不会把我锁弄坏了吧？
何正玉，何正玉，你是不是把我锁弄坏了？何正玉，哎，别啊！10:52。不属于那个时空的东西，不能被带回去。自己家的门口也不知道扫不扫。平行世界，时空穿梭之旅，时间简史。怎么着，哥？律师不当了，要当时间管理大师啊？哎，你相信时空融合吗？不相信。你先别着急下结论，这个大师啊，不，这个科学。跟我们律师的思维其实很像，先有证据再下结论。所以你要改行当科学家？你还记得那个女鬼吗？又见着了。她不是鬼，我知道不是鬼。准确的说，她不是现在的人，而是4个月之前的人。大哥，游戏玩多了吧你？你别看，听我说啊。假设啊，这只手是4个月之前的这里，这只手呢是现在的这里。在每天晚上的10:06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它都会像这样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和它的东西都会出现和我东西混在一起。别提了，有多脏乱差，它简直就是一个脏乱差的集大成者。好在这种情况会在每天的10:52结束。你干嘛？你也没病啊。哎，要不然咱少看点这种书吧，小心知识改变你命运啊。不信是吧？不信你查呀。他是个记者，叫陈嘉兰。陈嘉兰是吧？还有名有姓的。啊？对。就是他。哎，你别说哎，长得还挺可爱。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被他的外表所蒙蔽了。这是你吗？哎，这不是我吗？他去过我们律所，什么时候？2021年9月18号，4个月前。叫个闪送就好了嘛，你还特意跑一趟，反正顺路嘛，就当是给公司省钱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何律师，这是客户 eNews 送来的资料，前台还有几个，您一块签收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4个月前他去过咱们律所，那天他还踩了我鞋，他
何律师，这是客户 E-News 送来的资料。何正玉，你这个变态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认识你吗？嗨，你果然是大律师，你人前人后两张皮呀！你偷偷溜进别人家里吃喝拉撒睡，损害别人财产，毒我所眼，你坏事都做尽了，你现在在这儿装失忆，你该不会得了什么心因性失忆症吧？你认错人了，你不应该来这儿，应该去精神科。既然你知道什么是心因性失忆症，我有个人，你有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，医术不错，他是心理医生，治治你自己去吧。哎！太可怕！可怕！你摔你自己手机，摔我的干嘛呀？我4个月前的确见过他一次，可是刚刚我的记忆出现2个不同的版本，后来那段记忆好像突然更新了一样，太可怕了！同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出现了2个不同版本的记忆。这样就万无一失。来了，太神奇了，看清楚了。又不在了。你居然还敢来！今天我让你有去无回！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会不会啊？不会。何正玉，你不是不认识我吗？我让你认识认识。你听我解释。是你踢的他，不能怪我。现在能听我解释了吧？你别坐我沙发，离远点。这里可以吧？桌上有我买的3本书。你别以为送书就能讨好我。谁讨好你啊？我只是借你看一看。你现在冷静的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个空间有你的东西，也有我的东西，而且它们都是混在一起？因为你提前搬过来了，鸠占鹊巢。你也看到，我刚刚就突然出现在那里。我让你看书，是因为书中提到的时间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线性的，而是离散的。它可能重叠，可能重回，也有可能融合。我只给你坐下，离我远点啊！我一条腿照样能撂倒你。浅显直接的说，这个公寓发生了时空融合。你之前说我有心因性失忆症，你现在又说什么时空融合？那你下回是不是要说你自己是哆啦 A 梦，你是从抽屉里钻出来的呀？那是我的手机。刚才10点05分的时候，我拿手机录了视频，录下了时空融合的整个过程。不信你看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
昨天晚上你没回来，我怎么没回来？是你把门给我堵了。不说你一个记者能不能善于倾听一点？昨晚你没在，我仔细观察了时空融合，我们两个都不是精神病。我还可以确定，每晚10点06分，时空融合开始；10点52分，时空融合结束。时空融合？对。假设啊，假设这是4个月前的这间公寓，这个呢，是我现在所处的这间公寓，每天晚上的10点06分，由于某种原因呢，什么原因啊？你房间不是贴了纸条提醒你不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？你怎么进我书房了？那也是我的书房呀，而且它就在那儿，我不能把自己眼珠子挖下来吧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总之，每天晚上的10点06分，这2间公寓就会像这样融合在一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这40多分钟的时间里，这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聪明，不过我得纠正你一点，这个公寓是我的。凭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时空融合了2个房子吗？因为融合后的公寓是我处的2022年，而不是4个月前你所处的2021年。所以我昨天晚上才没能开门。我明白了，时空融合期间，2021年的人是没办法进到这间公寓的，这也是验证了我的理论。这一间公寓是我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你脚现在能走了吗？这不是10月份才开吗？准确的说是去年10月底。你这个人有病的话就……那你那份未来的合同出门用怎么送？